注意看，大名鼎鼎的中国推力大师魏宁辉，竟然被打得如此狼狈，还被老外一拳打断3根肋骨，瞬间瘫坐在地，无奈之下只能弃赛投降。要知道，此前只有魏宁辉打断別人肋骨的份儿，從來沒有被別人打斷過肋骨。能擊敗中國名將魏寧輝，對手自然是來者不善。他正是當今羽量級別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世界排名第2的伊利亞斯。憑借暴虐無道的殘忍手段和不把對手打廢絕不罷休的作戰風格，讓他在來中國之前已經連續打廢超過130多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 KO 狂魔。我已經做好了稱霸中國拳壇的準備，中國的拳手們對我產不生任何威脅。我覺得東亞病夫這個名號非常適合他們，因為中國人實在是太不經打。面對猖獗的老外，中國羽量級別排名第1的中國坦克邱建良不再隐忍，霸氣出山，誓死捍衛中國拳壇。好，我們注意看，正在出场的選手便是邱建良。但這場比賽有一個問題，因為此時的邱建良還並非世界第1，當前他的排名是世界第10。也就是說，本場比賽邱建良第10，對方世界排名第2。所以在此消息放出來的時候，很多人就說了啊，邱建良你不自量力，你找死，你屬於以卵擊石。但邱建良在媒體面前也是霸氣回擊啊，只有擊敗強者才能成為超越强者。排名第2的山崎卻輸給了當時排名第1的考，於是拿到了當時排名的第3，拿到了還不到2個月啊，當時的第2啊瓦爾加。幹掉了當時第2的謝爾蓋，然後自己的這個直接排名升上了第2。對，而且呢，這個布萊德是非常年輕啊，這個剛剛是95年啊。哎，雖然這麼年輕啊，但布萊德的這個已經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小女兒了。啊，這位不知道這個這麼拼命的打比賽，是不是為了這個奶粉？這個自己的女兒也可能是力量的源泉。哎，沒錯，布萊德是一個攻擊型的選手，而且攻擊密度很高。這場比賽，我相信有很多觀眾朋友們完全沒有看得出來，這個伊利亞斯啊，不僅比邱建良小，甚至比邱建良小了整整5歲。21歲便拿到了世界第2，證明他的實力是相當的恐怖。而邱建良比對方大了5歲，當前的話是26歲。雖然說此時邱建良的世界排名是第10，但他的實力啊早已經是前3的級別，他只是缺一些個挑戰強者的機會。因為很多人啊不願意和他打，因為風險實在太高了，打贏了沒什麼好處啊，打輸了還會被搶走排名。包括現在我們中國拳壇的張志磊啊，在國際擂台也是這個很尷尬的地位啊，很多人不敢和他打。右擺左掃，這樣的話把邱建良的這個進攻都防住。邱建良剛才一個後擺拳擊中。在邱建良跟磨砂布打之前呢，沒有人看好磨砂布。結果邱建良拿下了那場比賽。邱建良剛才這個動作已經是在第一回合當中2次的重複使用了。邱建良是一位我們看他的比賽會不停地看到這個在技術和戰略層面上提高的一個這樣的選手，我們是很喜歡這樣的選手。後擺拳，邱建良開始變速了，我們看，哇，後手拳互堵，好，你看測距離，打虎，高段。邱建良的這一場比賽絕對能稱得上是一場硬仗了啊！不僅對手實力強勁，而且我們注意看，比賽的擂台已經逐漸變濕了。為什麼？因為現場下起了瓢潑大雨。沒錯，本場比賽是在室外舉辦，但是我們看邱建良啊是完全不慌也不亂，縱使對方壓得再緊啊，也是頭腦冷靜，靈活應對，具有威脅力。是，哇，轉身變拳沒打到，頂膝，在這個擂台上慢慢的又開始有一點點濕滑。然後這個邱建良連續的左右擺，最後的幾秒鐘的時間。好，雙方的比賽來到第2個回合。在第一回合，雖然說布萊德看起來打得很兇啊，打得很積極，但是老謀深算的邱建良啊，早已在分數上已經是慢慢的超過對手。所以說，只要邱建良本場比賽啊不被 KO 啊，不被對方打躺下，本场比賽我感覺應該是勝券在握。這個就是比賽節奏啊，這比賽節奏非常好，看起來這個觀賞性高。哇，後手上勾打到了，拋進去了。哦，
伊利亚斯的跳入。这个地面的确是有点湿，因为这会儿雨啊，其实呢真的是下的已经很大了。没错，两位运动员在这个还要保持平衡，还要高速的运动。是的。平衡拳，伊利亚斯平后手。邱建良现在扫伊利亚斯的腿，有效果了吗？我感觉好像伊利亚斯有一点移动有点慢。是。但是这个目前我们还不太好判斷，因為這個移動慢，我們不知道是因為這個忌憚於場地的濕滑，還是這個邱建良掃地有了效果。是的，是的。這場比賽，邱建良整場的表現呢都是不慌不忙啊，拳也不重，腿也不猛。觀眾朋友們，你可能不知道為什麼啊，真正的原因啊，是因為這個擂台由於下雨的情況，導致擂台非常的濕滑，所以在這種惡劣的情況下，如果出重拳或者重腿呢，是非常容易滑倒或者跌倒。那邱建良就很聰明了，他不追求重擊，而是打些點數和分數上的優勢。但這個伊利亞斯很明顯，他的應變能力和他的頭腦沒那麼聰明啊，他還是愣頭青啊，打得很兇，還是打一些重擊。而剛才這個王陽光老師也說了，邱建良呢一個很大的這個特色就在場上這個節奏的變化，進攻方式的變化。你看這個非常明顯啊，這個多點位的。有時候我打你2下，我贏了，然後我有時候打你3、4下，有時候一拳不打我就。讓你抓不到這個我的這個節奏。兩個人開始助攻，在這樣的一個擂台上的情況呢，兩個人的這個進攻大多數會變成靜態的對付。對，因為移動可能會導致自己的平衡失去。是，包括呢這個很多這個捨身的動作呀，這個大範圍的動作可能做的會少了。這樣的話，觀眾們會比較開心，因為這是一個電話亭戰術，是被迫電話亭戰術的一個對攻。相對密度現在伊利亞斯下來了，邱建良開始慢慢的變成進攻式的攻。哇！走，伊利亞斯的這個世界上排名第2，我們剛才也說了，他的緣由啊，這個選手非常強悍。是。50秒鐘，邱建良表情還是非常輕鬆的。看是伊利亞斯的貫穿能力。好，進入到最後一回合的較量了。現在這個伊利亞斯他滿腦子只想 KO 邱建良，因為他清楚啊，分數上他不如我們，所以他並不想把比賽的結果呢交給裁判，而邱建良則相反。我們不用着急啊，把比賽結果交給裁判的話，我們是穩贏的啊，因為前2個回合分數上是遙遙領先。被裁判，而且其實整個我們看這個3回合的比賽。縱觀來看，他的進攻密度是這個爬坡式的上升。是的，是的，這是很恐怖。對於選手的整體的體能儲備是一個非常強悍的。對，你說我們這個，畢竟啊，兩個人真的是高手間的對決，在這樣的舞台上，在勇士榮耀的擂台上，我們才能看到有頂尖的對抗。是的，這一場比賽也是眾所期待的勝負啊，我們當然很期待，我們更期待的是兩位選手在擂台上給我們帶來這種美學的這種展示。你可以先不考慮結果，我們先看這個過程，過程足夠精彩。現在急於求勝的伊利亞斯已經完全失去了冷靜的頭腦，他只想在第3回合 KO 邱建良。但正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啊，邱建良呢是完全不在乎，你怎麼來，讓狂風暴雨來得更猛烈些吧，我都能接得住。啊，不得不佩服邱建良在任何情況下，他的頭腦太冷靜，太厲害了。做一些重擊，現在邱建良並沒有做重擊，還是大多數以干擾為主。是，現在我們看邱建良打的還是比較穩。對啊，這一局回合的節奏沒有太明顯的變化。沒錯，伊利亞斯一上來的那個猛衝，等於是被消解。對，但是伊利亞斯的進攻力度，我們明顯可以看得到。小心，場地畢竟還是有一些濕滑。沒錯。在這樣的一場比賽當中，在這樣一個場地當中，我覺得應該會給他們兩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伊利亞斯後擺打到了邱建良，帶摔，那這樣的話是反擊。這場比賽由於現場的地面過於濕滑，所以說雙方的體能消耗下滑很明顯。你不僅要防守啊，要盯着對手，還要進攻，而且還要保證你的平衡性。所以說，這可以說是邱建良，哎呦，神龍擺尾。這個時候了，最後一刻啊，也讓現場的觀眾不感到遺憾，也讓屏幕前的您啊，也不感到遺憾。因為神龍擺尾是邱建良的招牌絕技，是他的絕活。10秒鐘，看邱建良還有沒有輸出。
來後掃，伊利亞斯整場比賽的這個爆發力都是讓我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看一下最後的結果。啊，邱建良拿下了比賽。漂亮！壞了，這一下已經暈了，這下真的暈了，這下真的暈了。好，又是一重拳。我從未見過如此囂張的黑人選手，在贏下比賽後，竟然戴上了小丑面具，當眾羞辱中國選手董鑫，表示自己僅用了2團功力便拿下了比賽，還當眾狂言，即便是死人方便和邱建良同時上台，也都得被他打到跪地求饒，大喊饒命，還同時羞辱中國選手都是不堪一擊的東亞病夫，見一個打廢一個。見這個黑人選手如此的囂張，董鑫的師弟保銀倉申請出戰，勢必要狠狠教訓一下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黑人老外。好，雙方的比賽將開始，注意看左邊紅方選手保銀倉，拎住狗腿兒。保銀倉剛一上來便勢如猛虎，這是一位來自於我們中國內蒙古草原的漢子。而藍方選手這個黑人老外便是森巴庫利巴利，在大概1年前啊，他擊敗了保銀倉的師哥董鑫。現在森巴庫利巴利處在一個防守的狀態，他不斷的退後，雙方回到了擂台的中央。保銀倉啊，加油啊！保銀倉的身高臂展呢都比對方佔據優勢，看看有沒有 KO 的機會。有沒有 KO 的機會？現在用砸拳、爆錘不斷的錘擊森巴庫利巴利。保銀倉有機會，裁判會不會判 TKO 呢？現在裁判還沒有判罰。第一回合比賽進行到1分20秒。什麼情況？現場裁判終止了保銀倉的進攻。剛剛的話是完全沒有任何犯規的動作，也沒有打出擂台，什麼情況？那我估計是這個裁判啊，怕保銀倉呢打出人命，怕污染了這個擂台啊，怕太晦氣。保銀倉還是連續瘋狂的擺拳，那麼森巴現在是只能死死的護住頭頂，完全不敢反擊。而保銀倉的表情我們看啊，真是帶着一股狠勁啊，殺手的感覺。森巴下潛抱摔沒有成功，被保銀倉按到地上，又是這個角度尚未瘋狂的砸拳。裁判啊，裁判離遠一點，你不要再終止比賽了。爆錘。我們太希望中國戰隊能夠拿下今天晚上的第1場勝利。又來了，裁判又幫助這個森巴黑人選手又站了起來。這種裁判我覺得乾脆開除他。別看他是黃皮膚啊，但搞不好這個家伙有一顆黑心吶。這個1回合比賽3次擊倒。一場比賽1回合比賽如果是4次擊倒的話，那比賽就要判負了啊。在第1回合還剩下只有10秒鐘的時間。這個森巴庫利巴利啊，現在是在勉力的支撐啊。好，第1回合比賽結束，保銀倉的表現實在是太精彩了。在第1回合把這個森巴呀，這個賽前猖獗至極，揚言要打拳打方便腳踢邱建良的這個黑人選手是瘋狂暴打。如果不是裁判阻攔的話，我覺得對方啊早都已經上天堂了啊，不對，已經下地獄了。以對方的水平還打邱建良呢，那邱建良一根小拇腳趾都能踩死你啊，方便一根小指頭都能捏死你。好，接下來看一下雙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又是一個接腿，這個場面和第1回合差不多啊，都是先接腿，然後再打擊對手。後手，森巴有點晃，但對方的臀部很肥壯啊，很穩，這是對方的配重啊。他的臀部很肥啊，這樣一來的話能站得更穩一點。毀傷之後現在顯然沒有恢復啊，還是綿軟無力的一個狀態。雙方開始了角力，看看是不是要把比賽拖入到地面呢？現在保銀倉的出拳也是試探性的啊，沒有用上全力。在第1回合他是積累了比較大的優勢。森巴庫利巴利這位選手，我們感覺他還是非常頑強，很能扛啊。在第1回合都被打成那樣了啊！好，連續的擺拳和直拳。現在現場情緒的现在現場觀眾的情緒也是非常的高昂啊！
那中国功夫机全能系的战队太需要一场胜利了。正所谓天狂必下雨，人狂必受罚啊！赛前这个黑人选手赛前有多狂，那麼現在的他就有多狼狽。兩隻小手啊，兩隻小黑爪啊，已經是焊到腦門上了，他不敢拿下來啊！稍微一鬆懈，那可能下一秒就要躺地上。現在這個小黑子森巴已經整個人是很軟了，但他呢只能是硬着頭皮往前頂啊，因為他越退縮，保英倉打得越狠。而保英倉這一邊也是稍微的收了點勁兒啊，放緩了一下節奏，估計是讓保存體能在第3回合再統一釋放。雖然搖搖欲墜，雖然站不太穩，失去了平衡，但是他還是能堅持啊，這就是森巴庫利巴里的特點。哎，剛才這一記大擺拳又是命中了森巴庫利巴里，但是保英倉沒有跟上來，有幾拳呢？森巴庫利巴里比劃出了一個小 case 的手勢。好，第2回合比賽結束，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雖然說保英倉呢很年輕啊，才這個19歲啊，但是表現的確是非常的給力。尤其是在拳法上的表現啊，他的拳呢打得很重啊，非常的犀利。我覺得第3回合保英倉 KO 這個小黑子的概率啊是99%。好，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第3回合保英倉能不能夠 KO 這個囂張的小黑子。好，雙方最後一個回合的決定回合，保英倉應該是全力出擊啊，不要留力了。第1、第2回合都佔據着優勢，爭取能把對方 KO、TKO 或者降服吧，來個漂亮的勝利吧。保英倉啊，不要再留力了，全力出擊，跟對方拼一個燦爛之戰吧。現在保英倉出拳落空的機會也比較大。森巴庫利巴里閃躲過了保英倉好幾記重拳。現在森巴庫利巴里是在搖臂啊。保英倉這個小伙真是怎麼打怎麼有。雖然說現在體能沒有開始那麼好了，但是打的拳啊依舊是很準，打得很重。好，森巴想摔，但保英倉來自於草原啊，你摔我們那不屬於羊入虎口嗎？第3回合馬上要結束了，現在這個小黑子森巴也試圖做一些反擊。哎，保英倉這怎麼能不做防守呢？哇，真不做防守，雙手自然垂直，這不是說我們沒勁兒了啊，就是不想防。哇，這個防抱摔真好啊！本場比賽的防抱摔是100%的成功率。哎呀，但是覺得保英倉這場比賽啊，出拳的命中率還是稍微低了一些。好，又是一記重拳。森巴庫利巴里這場比賽是無數次的站起來。好，又是一記重拳，再打了個坐地不起，本場比賽結束。好，比賽終於結束。那實際上第3回合，我個人感覺啊，應該早就判勝了，因為保英倉連續擊敗了擊倒了對方3、4次，但是都沒有被裁判讀秒。這個裁判我覺得啊，真應該檢查他一下，黃皮膚，但他有一顆黑心吶。好，這場比賽讓我們恭喜保英倉為他的師兄董鑫成功復仇。本場比賽也打得非常的給力，非常的有血性。好，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咱們下期視頻再見。我希望大家看這場比賽的時候不要眨眼睛，因為我覺得隨時都有可能出現門兒都沒有。巴西女拳王時隔6年來找張偉麗復仇，揚言如果打不贏就當場剃髮做尼姑。
張偉麗表示：“你可千萬別後悔。”好，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中國格鬥女王張偉麗大戰巴西女拳王艾琳·賽迪奧梅伊爾的精彩大戰、精彩比局。我們注意看，一身黑色、穿着黑色背心、黑色褲衩的紅方選手便是張偉麗，而藍方選手粉色小背心便是艾琳·賽迪奧梅伊爾。在6年前，他曾和張偉麗有過一次交手，只不過當時他輸的實在是太慘了被炮打了15分鐘。當時被打的是面目全非他回到家裡之後他的母親都認不出來了。所以說，时隔6年，艾琳又回來了。骨頭顶膝，哇，張偉麗依舊是勢如猛虎。剛剛這一腳差點把對方的小胸衣粉色小肚兜踹下來。張偉麗要小心了，如果你用力過猛踹掉一些不該踹掉的東西，那这个比赛我们就看不了了。在这6年期间，这个艾琳每天起的是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拿下了18战17胜的一個戰績，再次向張偉麗發起了挑戰。好，斷頭台，有沒有機會？在6年前，這個艾琳在戰力上輸給了張偉麗，所以說在6年期間她苦練了她的摔跤技術和她的柔術。這一次目標也很明顯了，我們看一上來便和張偉麗打起了貼身纏抱。小心！這個艾琳，哇，這個勁兒還真不小的確這個夠大夠勁兒，像一頭大奶牛，很有勁兒。又一次張偉麗危險。但是你說他這個勁兒小吧，他能把張偉麗舉起來，但你要說他勁兒大吧，他還摔不倒張偉麗。小心雙飛踢，剛剛重心是有些失衡。我們看這個艾琳呢，她的頭髮非常的凌亂非常的飄逸，但過了本場比賽可能就沒有這麼飄逸了。為什麼？因為她賽前揚言說如果打不贏張偉麗，就當場剃髮出家，以後不打拳了以後退出拳壇，歸隱深山歸隱寺廟。還行他還挺有骨氣，給自己呢這個逼上了絕路。實際上我們看張偉麗在身高臂展包括體重上的話都是要吃虧的。遠遠沒有這個艾琳優秀。後手打中了，張偉麗瘋狂的用這個膝頂對方的肚子，轉身想拿背。這個艾琳沒有想到，時隔6年張偉麗的地面技術和她的貼身纏抱技術也得到了非常恐怖的提升。要小心，要小心吶！不要把對方擠爆了我真的是有些擔心對方的這個身材能不能經得住張偉麗的狂轟亂炸。這個角度張偉麗把肘頂到了對方的嘴巴上，肘擊。剛剛是有個高位頂膝，很危險，有一個。現在艾琳呢是卯足了勁兒，想把張偉麗放倒。他現在是摟住了張偉麗的2條腿，但張偉麗真是不動如山倒了。但張偉麗借助龍網又站了起來。現在艾琳還是很執着他就想把張偉麗放倒。又來了！哇，這個真有勁兒看來這6年他這個的確是沒少練想把張偉麗連根拔起。他渾身的蠻勁兒，但他來錯了地方。這麼有勁兒，你去這個扛麻袋你是去工地算了，還打什麼拳別人扛1袋，你扛2袋，甚至是3袋。這個角度張偉麗很難受他既要保持平衡，要連續的打擊對手，但依舊是站得很穩。好，接下來雙方的比賽來到第2個回合，看一下接下來的精彩表現。在戰力水平上沒得說張偉麗的拳腿功夫是遠超於對手的。這主要是張偉麗的
这個戰力功底啊比較深厚啊，有一個中國傳統武術，再加上散打的一個背景。現在艾琳的髮型，哈哈，這位巴西女拳王的髮型啊，哎呦，這已經是像個瘋婆子啊！你給她一塊破布，你再給她一個破碗，現在出門要飯都能要到不少錢。好，第3號效果，連續的補刀，張偉麗瘋狂的左右開弓。哇，張偉麗的這個體能啊，實在是太出色了。那麼高強度的進攻和內圍打擊，依舊是很強勢啊，很有勁兒。好，連續的肘擊。現在艾琳的臉上已經開口了。張偉麗不僅是有散打的一個功底啊，包括他還有一些泰拳的功底啊。他當時呢請過一個專業的泰拳教練。好，來了，身後上樹，但沒上去。哎呦，這個角度，觀眾朋友們，該暫停暫停啊，該放大放大，別怪我沒提醒你們啊。哦，還是連續的頂膝，膝法再配合他的肘法，這都是殺傷力最足的武器庫了啊。張偉麗的武器庫很豐富。摔法、柔術、肘法、膝法、拳法、腿法，哇，通通都有啊！張偉麗弓箭步在防禦艾琳的一個抱摔，站得很穩。其實這個我們變相來說，這也是保護自己的一個動作。在6年前的話，艾琳是被張偉麗啊打得真的是面目全非。但這一次我看他也挺慘啊，也挺慘啊！當時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啊，這個艾琳當時就很抗揍。在6年之後的他呢，哎呦，你看又得到了提升。我建議這個艾琳呢，打輸比賽之後你也別剃髮了，你也別出家了，你乾脆啊和張偉麗混啊，當張偉麗的陪練，那你肯定是能出名。一個是全世界最能打的女人啊，一個是全世界最抗打的女人。你倆在一塊兒那是珠聯璧合，強強聯合。等將來張偉麗稱霸世界拳壇了啊，也有你一份功勞啊，你也能跟着沾沾光啊。就對方這個耐力啊，這個體能，還有這個執着和摔法這個勁兒啊，哎呦，想必她的老公肯定每天很遭罪了。好，注意看時間，第2回合最後1分鐘了。哎呦，這個角度，哇，天哪！張偉麗要小心，千萬小心！我真怕你把對方打壞了啊！好，瘋狂頂對方的大腿，讓對方雙腿發軟，看一下能不能把對方呢放倒。現在我們看這個艾琳，哎呦，整個人的形象啊！哦呦，感覺好像是剛經歷了點什麼啊！這真打成瘋婆子了。我們再看張偉麗這一邊的話，我們是兵不見血刃，不要說出血了啊，現在估計連汗水都沒有多少。對方是不是有點迷戀張偉麗的大腿啊？本場比賽不是來這個摸張偉麗大腿啊，就是在摸張偉麗大腿的這個路上。好，雙方的比賽來到最後一個回合了，看一下接下來兩個人的精彩表現。連續的正蹬，把控兩個人的距離。哦，連續的重拳打得很準。雖然說我很支持張偉麗，但觀眾朋友們，我現在多少啊還是有那麼一點點啊，一絲絲的同情心吶這個給到了艾琳，她太慘了。我們經常說，只要功夫深吶，鐵杵磨成針。今天這個艾琳真是不信邪了啊，就想把張偉麗放倒。但對方這個行為無異於拿核桃砸鑽石，哪怕你砸1萬個核桃，哪怕是1億個核桃，你砸鑽石也沒用啊。
這場比賽如果不產生 KO、TKO 或者降服，那這個艾琳現在基本上已經板上釘釘啊，他已經輸了。因为这个分數上的話，的確是差了太多，他基本上沒有任何的有效打擊。現在他這個狀態完全是在拖延時間吶。好，裁判終於出手了，看不下去，將雙方呢重新拉回到站立。頭髮這麼亂就不要整理了，你再整理你再整理沒什麼用，你這3000煩惱絲啊一會兒也得剃光。好，注意看背部裸絞，張偉麗這個角度有機會，但是手臂的扣啊沒有放到對方下巴裡面，所以說扣得不死。好，張偉麗放棄了。雙方現在這個姿勢，沒有想到艾琳還敢往後方去打張偉麗，挺大膽。好，再次拉回到站立。這個艾琳呢是不情不願吶，因為打站立啊，他太吃虧了，根本打不過。你快別捋你那兩根毛了啊，該想想怎麼防守吧。你看還捋。漂亮！哎，一拳前手拳，前手刺拳加後手的橫肘。艾琳这个臉上開口啊，至少2個口了。對，沒攻一個，眉心這兒好像就也開了。但這種肘呢，這種正面的肘啊，其實這種短距離的肘很難把人打 KO 啊。對，它更多還是划黑口子和打重擊造成傷害。對。這種肘法打擊，轉身肘是有可能 KO， 對，騰空起來有大動作的這種肘也有可能打 KO，但是近距離的就是開口的，對，包括剛剛張偉麗前手刺拳加後手的橫肘，這種距離稍微拉開一點的，是有可能 KO 的，對。最後10秒鐘，艾琳也拿到了一個圈鏡啊，但是應該是已經沒勁兒了，沒勁兒，對。比賽結束啊！好，這場3回合的大戰終於結束。在6年前，張偉麗暴揍了他3個回合，沒有想到6年之後啊，又暴揍他3個回合。本場比賽的結果，相信已經是毫無爭議了。讓我們恭喜張偉麗獲得了本場比賽最終的勝利啊，打得非常的精彩。那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目前世界排名第1，有請邱建良。中國坦克邱建良遠赴泰國闖下血案，失手將17歲泰國擺正天才暴打猝死，躺在地上渾身抽搐不止，當場咬舌自盡。好，觀眾朋友們，這場比賽是中國坦克邱建良在泰國的一場冠軍衛冕戰。你沒有聽錯，這場比賽是冠軍衛冕戰，而邱建良正是冠軍。好，那我相信有些觀眾朋友們肯定很疑惑了，這邱建良什麼時候跑到泰國拿了一條金腰帶？沒錯，邱建良不僅是散打自由搏擊厲害，他的泰拳也是1頂1的牛，在泰國這個高手雲集的地方，並且拿到了冠軍。本場比賽他是衛冕。好，注意看了，藍方選手藍色拳道是邱建良，而紅方選手便是來自於泰國的洪狠。這個洪狠才17歲就已經達到了113勝的一個豪華戰績啊，真是又紅又狠吶！在泰國很出名啊，並且是播球的10大弟子之一啊。本場比賽也是狂言：邱建良，如果你不交出金腰帶，我肯定不會讓你活着回國。17歲啊，就帶着一股狠勁兒，這就是很多泰國選手的特點啊，都挺狠吶。把他往地上一轉，讓他的一個關節，因為疼痛而自己被摔。哎呀，邱建良小心一點，又被打到了。所以對於這位洪狠，他的下手也是者不善，善者不來。邱建良一前一後，那邱建良自己跟我說，他比較喜歡技術型的打法，遇到打得太猛的，因為怕被對方弄傷啊，有點得不償失。如果跟技術型的選手交流，是一個很好的進步的機會。好，要摔想到了，這個非常的痛哦，聽到木板的聲音。我今天喐啊！那在特別的時候會大量的脫水，脫水之後要怎麼樣恢復這個水分呢？就要吃點鹽。跟以前的一些減肥的概念是剛剛恰巧相反的。
虽然說這個紅狠啊才17歲，但觀眾朋友們着實是不太好對付，因為就目前來看，他的確是能和邱建良呢打得有來有回，而且在此之前他也擊敗了很多我們中國的選手，不下5名。所以說对中國的搏擊選手的水平啊和技巧還是有些了解的啊。但邱建良畢竟是邱建良，100年難遇啊，所以說我們相信他就可以了。就目前來看，對方雖然說能夠和邱建良打得有來有回，但明顯啊還是有些個毛躁不穩定。而邱建良正如他的外號一樣，我們是坦克，我們很穩。好，一回合比賽結束。目前局勢上來看，邱建良呢是還沒有發揮全力，我觉得30%的功力都沒有發揮出來。畢竟打一個17歲的這麼一個小崽子，不着急，我們第2回合再開始發力也不晚。好，看現場的舉牌美女，的確很漂亮啊，但是男變雌雄啊，這裡是泰國啊，是男是女的不清楚。我個人猜測啊，大概率他可能是個男的。在泰國為什麼這麼多的變性人呢？因為泰國有很多的制度啊，比如說每年的徵兵制度，如果你是女子啊，不需要徵兵啊，所以說你變性之後，身份證變成女人啊，也不需要徵兵。好，第2回合開打了。哦，這個帶摔，邱建良微微一笑，表示小子你給我等着。邱建良對腹部的勾拳，但是呢，沒有對紅方造成太大的威脅。對方的一個膝撞，好，踢完之後，邱建良這一次啊打得有點緊張，因為對方來者不善。看邱建良能不能再來一個神來一筆，一個桿打，但是呢，對方這個桿給他打不穿。邱建良的腦子，我相信一直在動，用假動作來騙。邱建良，一個轉身空中的後蹬，也蹬到了對方，但是對方呢，就是不會通，而且對方的低掃踢啊，相當的狠。好，要小心。這一次派紅狠來打邱建良，實際上啊是波球的意思。因為邱建良多次向波球發起挑戰，真的是不止一次了，但波球每一次都有借口來拒絕，而且最誇張的借口啊，就是獅子大開口啊，張口就是1000萬、2000萬，出場費太多了，我們中國賽事方呢還真是請不起，主要是波球的譜實在是太大了。好，連續的勾拳飛膝，邱建良開始踩油門了。邱建良這個力氣跟紅狠比力氣的話，好像紅狠的力氣比邱建良大一點。對，邱建良坦克還推不動這個紅方選手。邱建良在扭屁股接對之後，提高有，太漂亮了，可是又給對方頂了下來。太漂亮的一回合。好，對，邱建良加油！你是擊敗劉瑞明這樣的高手，不要怕他。雙方在互換勾拳，勾拳換到一半還可以高手掃踢。邱建良的腿太漂亮了，無影腳。現在雙方的戰況已經到了一個白熱化的階段，但很明顯，坦克，坦克邱建良火力更猛，我們佔據了開火權。這就是薑還是老的辣啊！很明顯，邱建良的體能還是很好，而這個紅狠啊，已經開始軟綿綿，開始軟弱無力，走路打晃。我們再看邱建良還是很硬，對方頻繁的摟抱，想要限制邱建良的進攻節奏，但坦克豈是你肉身之軀能擋住的嗎？對方是站得很穩的，再來一次，這是換了落點，剛剛接腿之後。打下巴，這一次接腿打桿打，但是對方的桿啊似乎比較強壯一點，打了幾次那個桿都沒感覺。太漂亮了，360，但是呢被對方躲掉了，而且卡到了繩子裡面。好，一個刺拳再次刺到了桿杖上面，要摔邱建良，但摔不成。邱建良往後跳了2步就恢復了平衡。再次把紅方選手頂到了角落，哇，很漂亮，一個桿打在一個上勾拳。不知道此時此刻台下的波球看到這一幕，心裡邊是什麼滋味？好飛膝，這已經真沒勁兒了啊！
裁判不服他都起不来了。这就是年少成名的壞處啊！以為自己天下無敵，沒有對手，但不知道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哦，漂亮，神龍擺尾，正蹬。哇，這邱建良的體能真好啊！真的是八般武藝都給他用了出來，已經用了19招了。哎，換個角度，這個勾拳有，打了！哎呀，強度，太漂亮了！在這樣的一個角度做勾拳是最好看的、最有效果的。啊，撐不住了，拖，哎，一甩，沒錯，甩到我面前，哎，打了，直接摔到了擂台上面倒下去了。這個是怎麼一回事呢？他只是摔倒而已啊，哎，非常嚴重。我們看這位泰國選手，在連續吃到邱建良的多次重擊之後，再也起不來了。這幾拳看着不是很重，但實際上屬於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因為在前面的比賽當中呢，邱建良累積性的傷害太多了，讓對方呢再也撐不住了。好，本場比賽非常的精彩，沒有想到邱建良呢如此的乾淨利索拿下了對手。好，估計是不行了。我們看邱建良的話，表情也非常的難受啊，因為他不是故意的，他在關切對方的傷況。無論怎麼說，恭喜邱建良，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大家伙的收看與支持，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